台北市立美术馆跟洪瑞麟先生的渊源其实还蛮深的。北美馆在1987年的时候，事实上就举办过洪瑞麟的艺术世界矿工与裸女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其实也总结了他前期很重要的不同时期的作品。2019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洪瑞麟先生的长子洪君雄先生，他同意将洪瑞麟先生早期移民美国之后带过去的数百件的精品，愿意捐赠给北美馆。我们立刻就派出我们的研究员啊，然后还有白雪兰女士到了美国啊，去检视这批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在台湾比较少见的创作。其实我们对洪瑞麟的印象都是感觉到他是一位矿工画家，所以很多人会对于他成为矿工画家之前的阶段，他的创作是什么样的面貌，也许也不太清楚。那甚至于他到晚年移民美国以后，他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大家也不了解。我们这次策展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按照他生命的轨迹，把它分为从大稻埕出生、成长，然后到日本，然后再到矿区，然后再到美国，这样子很朴素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样会让大家更了解他一生的创作轨迹，也比较符合洪瑞麟本身的个性跟本质。这一次展览我们称它为绝光而行，是因为我感受到洪瑞麟他一生的创作对于这个光线有他的追求。那同时看到他的画作，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是在挖掘人性的光辉，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人性的善的光明的那一面，也就是他是有这人道主义的精神吧。这个核心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也就是保持这个初心。我们在展览设计上面其实也用了蛮多不同的巧思啊去进行，包括贯穿每一个不同区域的展场啊，它有设计了矿坑的这个坑洞的造型去作为一个串联。然后当然有一些我们平常比较罕见的啊，这个洪瑞麟的素描，那我们就把它延伸发展成动态感的这个影像。包括我们在不同的分区、不同的设计上面，可能也用了不同的色彩的计划，去作为一个情绪上面的转换。大稻埕的成长其实对他一生是奠定了一个基调啊，比如说他在道江艺术接触到了基督教的精神，然后当时因为他被他的道江艺术的老师吴清海发现他的艺术天分，所以老师自掏腰包买那个日本的画册或者是杂志让他临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熟的这个绘画天才，也有到这个淡水河边让他能够写生等等。那他表现了当时在大稻埕庶民生活的样貌，这些都是他对于他后来一生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石川清一郎老师呢，在1929年，他的学生倪蒋怀来跟他拜年的时候，他鼓励他说：“你要做对台湾社会有意义的事。”所以他希望他成立一个研究所。他成立这个研究所以后呢，洪瑞麟呢他就去报名了，就认识了倪蒋怀跟另外一位画家叫陈植棋。他常说这两位是他生命中的贵人。1930年呢，他就由陈植棋然后带着他到了日本，隔年1931年他就考入了帝国美术学校。可是第2年的时候呢，因为918事变，所以呢他爸爸的生意受到影响，因为倪蒋怀的帮助，他才能够再维持他的学业。他去留学的时候接触到了普罗艺术，
跟我们台湾早期画家通常会去东京美术学校，想要入选地展的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在野自由，然后追求实验跟前进的一个精神。洪瑞麟在1937年的时候到山形县去拜访他的同学细梅久米，他用1个月的时间画了4大本的速写，最后他以山形市集来呈现他这一趟的感受。这个地方是从11月到隔年的4月，都是下着大雪，农民生活非常的困苦，而且1930年才刚刚发生饥馑。这一趟的旅行让洪瑞麟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攀越，他对于这些劳动者、这些农民，不仅是非常的悲悯他们，其实他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就是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农民他也跟大自然在搏斗，坚毅的站在这个雪地里面，就是为了宣示他们要生存的一种意志。他常说，我到日本最感动的不是盛开的樱花，也不是清浅的溪流，而是那些在风雪中劳动的人民。他的这个山形市集呢，就成为他以后创作对于社会底层表现的一个基调啦，或者一个潜在的一个美学。这件作品在1994年修复过，那当中一位穿黄衣服的农民，老师当时是把他画成是有黑色的胡子，可是经过了50多年，老师幽默地说他也老了，我就把它改成白色的胡子。那当然这件作品就是他在日本最后代表性的一个思想上或者是一个画风的一个总结。第4区呢，我把它称为矿工之颂。在这个区里面呢，概略分为3个单元。那第一个单元矿工肖像呢，它是把矿工画成像有纪念性、崇高性，而且很庄严的一种肖像。因为矿工他是牺牲，然后耐劳，他有一种纯真、敬业的工作态度，所以洪瑞麟非常尊敬他们。那第2个矿工日记是他到矿场的每一个区域，他去把矿工工作的形态一一的画下来。第3个矿工颂呢，是洪瑞麟创作中当然是最为大家所称道的作品。那么他是把矿工日记里面一个一个的场景结合在一起，然后从坑外的讨论进到坑内实际的工作状况，然后最后有台车，然后有矿工在等待，就好像你从坑外然后进入了坑内，然后你跟着矿工在工作，然后最后你随着台车然后出来。那也算是一个对矿工日记的总结，那也是他对矿工的敬意。那同时他在1971年也写下了新诗的体例的矿工颂。更早期的时候，台湾因为是皇宫文学嘛，所以工农兵是有一点禁忌，你不能去探它，不能去碰它。1979年解严已经快到末期，报章杂志开始对这方面的台湾本土文化开始产生兴趣。那熊市在这时候就默默的把前辈美术家一位一位把它做个介绍。那么7月刚好孙思义郎给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空间，我们这个展览为什么会轰动？原因就是说整个社会环境还有媒体的配合。媒体就是专业媒体，就是熊市美术有一个比较深度的报道。大众媒体就是报纸嘛，那时候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甚至《民生报》都有大幅的报道，所以社会新闻包括美术圈的新闻就会跟进报道，甚至惊动了当年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也去参观，所以就变成社会版新闻。所以一夕之间，它就好像忽然间就是名扬天下一样。他的矿工作品跟矿工颂，让我们对矿工有一种新的一个认识，那也是他在台湾美术史上地位的一个建立了。
也是带领我们观众对于美学的一种突破。他不是画得很优美或者是很亮丽，那才叫美。他们这样子的真跟善，那才是人性真正的美。洪瑞麟从1964年到国立艺专去教授素描的时候，他在人体教室里面，然后跟学生一起画裸女。这个时候的裸女是相对于他的矿工，他常说他在矿坑里面画矿工其实是非常紧张，那个画画的环境很恶劣嘛。但是他到了画裸女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安适，然后他就能够很自然的来表现那种女性的优美。贯穿洪瑞麟的创作生涯里面，风景也是他一直非常着力的。除了台湾风景，他晚年退休以后到了日本啊、美国啊、欧洲去旅行，他也画了很多风景。那这个时候就是追求大自然的美景跟光线啊，跟那个地底里面黑暗的坑道是完全不同的。那最后的一个人生阶段就是定居在洛杉矶的海边，那个时候他就是画我们所熟悉的太阳云彩系列，专门只画太阳云海，或者有时候有月亮星星，就好像他常说的，大自然都在为他演奏着精彩的生命的乐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期的洪瑞麟创作对他来讲，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毫无牵挂的一种表现而已，完全不为什么目的。对于洪瑞麟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我们背后有很久的研究的一个支撑。那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文献跟照片，首先我必须对那些照片要能够一一厘清，这些都是最直接的证据，这样我们就弥补了台湾美术史上的一些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以前有错误的地方。那这次展览，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我的心愿就是要把一些史料把它变正确。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最大的收获是在于把矿区的生活、矿工的工作形态把它搞清楚了，然后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楚了，而且我们有佐证。那这些档案历史，它平常在做研究的时候，可能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在这次的展览，我们大家用一个比较当代的演绎的手法去处理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历史性的关键的文件资料，它跟我们熟悉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常常是把它摆在一起，同时的去共构。我觉得现在能够办展览，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齐全来。你必须把那个整个的横向的一个史料也要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往后做展览大家努力的地方，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更当代思维的观念去关注这些台湾的历史跟前辈艺术家的作品，用研究导入对于当代议题的关注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它不但对于台湾艺术历史的新的诠释有帮助，更可以让这些好的作品、好的研究，让年轻的观众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他们。